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包粽子。端午节包粽子是一种习俗，每年的5月初5，家家户户都要包粽子。粽子有甜口的和咸口的。我们家是北方人，我们喜欢吃甜的，所以我们包的粽子呢，是用这种金丝小枣，还有这种蜜枣，用这种白糯米加上各种的杂粮来包。这个枣呢，买这个金丝小枣，这种枣肉厚，核小，捏起来满满的都是肉。看看掰开的这个枣，核小小的，肉厚厚的，非常软糯，吃起来甜甜的。这糯米呢，我们今天是选的这个长的江米，非常糯，黏黏的，包起来呢非常好吃。杂粮，各种豆子。以前我们用的是新鲜的芦苇叶，现在我们买到的是这种干的叶子。这种干的叶子呢，我们要提前做一个处理，要把它放在水中浸泡，泡软了以后洗干净再去煮。我们之前包粽子用的是新鲜的马莲或者是干的马莲，现在呢我们买不到，买到这种绳儿，这种绳儿包粽子也很好。下面开始做粽子，500克的长糯米，200克的杂粮，花生米、白豇豆、绿豆、红小豆、薏仁米、紫糯米，就可以包出10个这么大的粽子。粽子用的时间相对长一些。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简洁的办法。星期5晚上开始泡叶子、泡糯米，星期6早上开始煮叶子，煮完叶子就可以开始包了。包完以后就可以煮了，下午就可以吃上美味的粽子了。我们用一个大点的容器，把这个糯米呢倒进去，把它洗干净。你洗3、4遍，水汤比较清，没有浑浊的就可以了。米呢洗成这样就可以泡了。星期6晚上泡一宿，米呢吃饱了水，蒸起来就非常的黏，吃起来非常糯。平时最少泡6个小时以上。杂粮要清洗干净，不用洗太多遍，没有什么太脏的东西，洗1遍2遍就可以了。因为这是有机的，很干净。杂粮不太好熟，我们有一个快捷的方法，既省时又好熟。我们在煮叶子的时候和大家分享。开始洗叶子，这个叶子呢非常干，洗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轻轻的，不要给它压破了、压碎了，让它自然的吸饱水分，慢慢的它就软了。如果说鲜叶子呢，就不存在这问题，洗干净了就可以了。浸泡一段时间，慢慢的给它折过来，翻面，然后这面也要吸饱水分。这个叶子本身呢是绿色的，这黄呢这是晒的，经过水的浸泡，慢慢它就成绿色的了，再一煮就更绿了。泡了1夜的粽子叶已经很软了，颜色绿绿的，随便回弯了，把它洗干净就可以煮了。把这个硬的部分给它剪掉，用这个洗碗布把这叶子每一片要洗干净，轻轻的把它上面的脏东西给它弄掉，轻轻的刷，也从头刷到尾，两面都要刷，要刷背面。海绵来刷这个叶子呢，一定要用软的这面，不能使硬的这面。叶子呢要轻轻的顺着刷，像这个下边翘的这部分要拿起来，这样千万不要给它刷破了，刷破了就漏了。坏的这个叶子给它绞掉，就头上这个。放水煮叶子，先开大火，开锅以后改中小火，秘密武器，把这个叶子要用杂粮的这个盆压到这上面，煮的当中，锅开了它会浮起来，我们用这个盆压住它，它就飘不起来了。在这当中呢，这个豆子也就煮的差不多了，再盖上锅盖。锅开了，我们改成中小火，30分钟。一下红枣，把这红枣放在这个米当中，待会儿我们就可以包粽子了。关火，看看我们这杂粮长得非常大了，已经泡开了。经过高温消毒的叶子已经煮了半个多小时了，用干净的清水浸泡。叶子要始终在水中泡着，这样叶子呢非常柔软，包的时候非常好包。现在开始包粽子，看这个叶子光滑的这个面是正面，看到这杆儿特别清楚的这面是背面。包的时候呢，要正面朝上，
今天这个叶子呢不太好，有长有短，而且中间还有破的，所以我们要随机看看需要用一个，能包就用一个，一个不够就可以用俩。这个叶子呢就比较短，用一个就差一点，所以我就用俩。把这两个叶子呢摞在一起，窝一个斗，打一褶，窝过来，给它提起来，窝成这样。现在开始装米，要从这个尖儿这地方开始装。先装一勺，给它装实，放一个枣放在中间，在这个枣上面再放上米，快一勺这个放到中间，搁上2颗红枣，红枣上面放上白米。这个米的位置呢，要控制在这个叶子的下边，不能超过这个叶子。这个边缘要留空间，最少得0.5到1公分。留空间是为了省得漏米。两边窝住，把前边窝好，把上边这个叶子扣过来，两边包住，包严。包严以后，顺着这个边给它折过来，这样就折好了。折好了，我们先用绳把它捆起来，绳捏住这个头，开始绕2圈，给它系上，打一个结，但是不能打死结，打死结吃的时候解不开了，要打一个活结。现在我们用剪刀把这绳子剪断，这一个粽子就包好了。这个叶子呢，干叶子煮的时间比较长了，它不太好使。鲜叶子不存在这问题，鲜叶子特别随和，怎么窝怎么是，而且还不容易破，不容易裂。很多有时候自然它就是裂的，洗的时候也非常小心了。像这样比较完好的别特别少。叶子虽然很好，但是它小，它窄，从这儿打一结。打完这结折过来以后，这个漏斗状，我们要使这个漏斗来装米，要握在手里头，就开始装米。这个角呢，给它填实，填实以后呢，我们放1颗枣，枣上头呢再搁一点米，米上呢我们再放点杂粮，这上面再放2颗枣。这个粽子的内容就非常丰富。把这个白米再盖在上面。这个边儿都要弄好了，都给它压实了，非常饱满。这样子出来的粽子呢，非常紧实，捏住了。这个手的食指和拇指，上面手扣过来，扣过来以后，两边要给它收住，收紧，把上面的叶子折过来，往回收。捆的时候要捆紧，头要捏住。这一头，这开始捆，给它捆紧，但是也不能捆特别紧，捆住就行。煮的时候呢，米会膨胀，膨胀了以后呢，它就会把这个叶子呢，整个里边呢就充满了，煮得了，非常的紧实，又不会很硬。如果说你这个绳勒得特别紧了，等煮的时候它一膨胀，这点的米呢，它就是特别硬，当时吃没关系。如果说剩了第2天再吃，这米就会有点硬。用马林的话呢，比这绳子要省事儿，它是一根一根的，这绳子呢还得要绞，多余的这个叶子呢要给它绞掉。粽子包好了，我们一共包了13个粽子。现在开始加入清水煮粽子，水要没过粽子，现在开大火烧开，给这个粽子上面呢压上一个盘子。就是压住它，不让这个粽子浮起来。所有的粽子呢，一直都在水中，就小火煮，煮完以后就特别糯。马上就要开锅了，我们要把它改成小火。现在你别看水多，没有关系，这个米呢会吸水，一会儿水就吸进去了。我们改的小火呢，这个水完全没问题，中途不用加水，不用掀盖，2小时以后关火焖着。明天早上开盖吃，特别棒。锅已经开了，现在我们要把火呢调小，不让它溢出来。最终目的调到4，
调到4，这样焖煮2个小时。一会儿这锅开起来以后，调到5，从5最后要减到4，3到4最理想。因为小火焖制，边焖一边煮，那个米特别黏，特别糯。过去我们包粽子，使这个锅要做一锅，这一锅加满水，要焖1夜，第2天早起来掀盖吃，特别好吃。这个呢方法和那个方法大同小异，因为我们现在炖的少，不用那么长时间。时间到，看我们还有很多水，现在关火。这个粽子煮好了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个水呢耗的比较少，这锅比较浅，水耗的比较多。焖一宿的话呢，我们要再加点水让它开锅。开锅以后煮几分钟，我们再开始焖。粽子煮好了，关火我们焖一宿，明天早上起来就可以吃了。这是泡了1夜的粽子，味儿全都融进去了。这个粽子每一口都有香香的叶子的香味儿。我们拆开一个看看，黏黏的。打开以后，叶子的香味儿已经融到米里了。看我们这馅儿多丰富，吃到米就是浓浓的粽叶味儿，黏黏的米香、豆香，吃的嘴里甜甜的。